哎呦，神龙摆尾，哦，什么情况？结束了，裁判终止了比赛。他是比邱建良还要猛的中国搏击鬼才，一招干净利索的神龙摆尾，将从未被 KO 的外国悍将一脚送入到梦乡，昏迷不醒。残暴无情的拳腿进攻，再加上无比冷静的头脑，让外国专家都连连称赞不已，称他才是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他便是来自于中国沈阳的搏击鬼才刘桂成。掌声有请中国刘桂成。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搏击鬼才刘桂成，他被誉为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今年才19周岁，上战绩25战23胜，其中包括18次 KO 对手。虽说很年轻，但却拥有着沉着冷静的头脑和犀利的拳腿功夫，在搏击擂台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而这一场比赛，刘桂成遇到了职业生涯最强大的一个对手，便是来自于巴西的铁头哥维克托。上战绩58胜36负，35次 KO 对手，他输过赢过，但从来没有被 KO 过，因此被称为铁头哥。他还曾获得过 WBK 世界跆拳道冠军。赛前维克托表示，他从来没有被 KO 过，今天也不会，以后更不会被 KO。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由红方刘桂成对上南方的维克托，比赛已经开始了。对，我们可以看到，比赛一开始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状态。对，由地主的柔道格斗的刘桂成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这个维克多，很有个性的绰号。是。为什么叫铁头哥呢？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也打缅甸拳，头锤啊，跟对方拼头锤，太恐怖了。对，心理素质非常过硬，然后抗击打非常好的一名选手。对，而且他打缠马是仰赖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然后巴西的维克托是一位86年的老将，两个人差了整整一轮，12岁。对。那刘桂成是 MMA 跟自由搏击双栖的选手，他的转身后摆踢或转身的后摆拳都相当不错。对，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轮拳法的对攻当中，刘桂成是占了上风。是。观众朋友们，刘桂成真是将“初生牛犊不怕虎”这4个字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说对方大了自己整整12岁，但刘桂成表现得很强势打法上你看，转身摆尾，这是他的成名绝技，当然这也是邱建良的成名绝技。好，又来一个，因此很多人称刘桂成是邱建良的接班人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刘桂成有一个特点，很像邱建良，就是他呢头脑很清晰，很冷静，和他这个年龄完全不符。转身个腿法漂亮，两个拳法互控互顶。虽然头部遭受到了打击，但是维克托还是毫不畏惧的和刘桂成展开了对攻。对的，因为他知道他有铁头功他打那场缅甸拳拿了出场费1500美金，这个钱不好赚了。最后他还拿了一个金肘奖，那肘很厉害，拿了500美金的一个奖金。一名很有故事的选手。是。他也跟这个单猜打过缠马，打65公斤级的，当然是单猜赢了。很漂亮的基辅。是。两个人在拳法上很明显了，这个维克托呢明显不是刘桂成的对手。虽然说对方作战经验很丰富，拿到过跆拳道的世界冠军，拿到过泰拳的世界冠军，而且还拿到过缠马的冠军。但是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样样通，但样样松。就是什么都会一点但感觉哪样都不是特别精通刘桂成上场比赛对上亚历克斯，很可惜3回合些为点数嘛，28、29输了一个比赛，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就是踢得非常漂亮。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刘桂成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可以说是以碾压的气势拿下了第一回合。但还是要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对方呢是一个后劲儿比较强的选手，而且以对方的作战经验他肯定很快就会调整出一个新的战术来针对刘桂成。但是我觉得像刘桂成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年轻小伙无论你什么战术，在我们这儿就是2横1竖，就是干。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那维克托在泰国打缠马是靠他的拳法来 KO 对手，但是呢，这场比赛他教练发现这个维克托的拳法不如刘桂成，所以叫维克托不要出拳了。对，我们通过第2局的比赛可以看到，在第1局的比赛中刘桂成通过拳法的交换拿到了不少的分数。是，然后我们很期待看维克托针对第1局的被动局面，第2局有没有什么战术的变化。
而刘桂成拳法近身之后补上一个膝撞。第二回合，刘桂成的火力依旧是不减，而且感觉是越打越凶了，越打越狠。有的时候这些拳坛老将和拳坛高手啊，最怕遇到年轻人和新人，尤其像刘桂成这手20岁刚出头啊，正是如狼似虎、热血澎湃的年纪。我们看，哇，他就是不断的往前顶，什么铁头哥、铁头娃啊，今天刘桂成就是要把你打成破铜烂铁。之前的荷兰选手来比较的话，他的功力稍微差了一点。对，不管是从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都欠点火候。对，一个漂亮的转身后摆拳。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是。然后蓝方也是非常仰赖自己的拳法，即便他的教练叫他先踢，但是呢，他就喜欢出拳。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下意识的会信赖自己最熟练的动作。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皮功。对，练不成的没办法啊，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不能说因为你有铁楼。观众朋友们，我怎么感觉20岁的刘桂成要比20岁的邱建良要猛得多呀？尤其我们看在拳法上的造诣，已经把维克托打出了鼻血。要知道这个维克托呀，可是人送外号铁头哥，脑袋很抗打。注意看维克托连续中扫，想要中断刘桂成的进攻，但是效果很明显啊，收效甚微呀。其实对方可不老啊，33岁啊，对方正是当打之年，也是拳击手普遍最能打的一个年纪。勾摆打得很漂亮，好，转身勾蹬应该有效果。这是他的教练 AD。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呐。是，可是也没办法，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我相信这个维克托啊已经被打懵了。但当然，我们中国小将刘桂成这位号称邱建良接班人的小伙，估计也很累了，因为在前2个回合火力太猛，他可以说是拼尽全力。我估计他的体能应该还剩20%左右。好，注意看一下精彩回放。哇，一看维克托啊，白色的脑袋已经被打成了通红的颜色。把对方的铁头打得通红啊，真就像打铁一样。那不得不讲，这个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啊，的确是够强。我觉得可以让武僧一龙啊学一学，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铁头功。上回合维克托的铁头功被我们的刘桂成给破解了。对，我们看看决胜局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比赛。所以如果对上这个下巴比较硬的，其实打鼻子就对了，或者是打这个鼻子跟这个眼睛的中间，他会看不到。刘桂成还是很坚决地贯彻了自己的战术，就靠一双拳头从第1局打到了第3局。好，转身后蹬，哇，再回头再照刘桂成现在的这个进攻节奏和气势，观众朋友们，我认为他并不是想单纯的赢得比赛，更多的好像是想叫 KO 对手，因为对方啊从来没有被 KO 过。刘桂成有一点想打破对方这个战绩的感觉。那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3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刘桂成。哇，很漂亮的拳法组合。对，行进间的连拳太漂亮了。哇，这个蓝方维克托可能要多看一下，像刚刚的这个俄国的亚历山大的他的一个闪躲的方式。这场比赛维克托的确是对得起他铁头哥这个称号啊，吃了这么多刘桂成的重击还能站在这里，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次被击倒或者读秒的情况产生。哎呦，神龙摆尾，哇吼，什么情况？结束了，裁判终止了比赛。哇，这个不可一世，从来没有被 KO 的维克托，他的不败金身没有错，被刘桂成神龙摆尾 KO 了。这一刻感觉看到了邱建良附体的感觉。再看一遍，哇，太像了，简直和邱建良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让我们恭喜这位中国的搏击天才、搏击小将刘桂成，同时们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再见。